我是趙少康，歡迎你來到 TVS 趙康戰情室。專門現場特別來賓張嘉玲議員、周奕修秘書長、董志勝先生、柯志恩委員、林濤議員。好，那麼賴清德出席歐洲日晚宴，說他要堅定守護台海的現狀啊。那另外呢，他說要用團結守護和平，要深化民主供應鏈的合作。那這是這個歐洲日啊。那另外呢，大家關心就是說到底北約是怎樣？因為川普現在一直北約不爽啊，那會要被放生嗎？川普還威脅要退出北約啊，說美國不但會把德國撤了5000個人走，還會把核子潛艇也撤走，轟炸機、戰鬥機、驅逐艦都縮水了。原來比較多，現在要減少啊。那另外呢，俄羅斯哇，這世界真的很複雜。俄羅斯用導彈去襲擊基輔，而且那個超音速導彈，已經是幾乎是核戰的邊緣了哈。俄羅斯說，為了報復烏克蘭，去打盧甘斯克的學校的跟平民，所以呢，你打我的平民，打我的學校，我就報復你哦。俄羅斯出動600架無人機，還有增速飛彈，我剛剛講的增速飛彈非常厲害的啊。那另外呢，俄羅斯警告外國公民趕快離開烏克蘭基輔，烏克蘭首都，趕快離開，因為我要轟炸決策中心跟烏克蘭指揮所，已經好像俄羅斯看起來要擴大哈，那要大規模空襲基輔，所以美國國務卿盧比歐說，美國預備來調停了，不要吧，趕快結束戰爭吧啊。那另外呢，俄羅斯修法准許中央銀行跟銀行武裝化，就是銀行跟中央銀行都可以自己把無人機打落，因為這個烏克蘭用很多無人機到處去炸嘛，你們自己可以有防禦系統，自己把它打下來。哇，這已經變成全民皆兵了哈。那另外呢，英國情報首長說，他們現在英國面臨俄國跟中國威脅的關鍵時刻，科技競賽不進則退。科技競賽，因為特別中國科技現在進步非常快哈。那尤其英國，英國以前是瓦特發明蒸汽機，工業革命是英國引起來的，所以英国是獨領風騷那個時候。現在發覺說怎麼落後了就是示警，我們要小心，要警告，要加速。我們看一下。賴清德26號晚間出席歐洲日晚宴，點名歐洲日是為了紀念76年前的舒曼宣言，因為他替歐洲開啟了和平與合作的道路，也讓人意識到和平不是理所當然，而是需要透過團結將和平轉化為共同責任。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is no longer just a regional issue; it is a global issue.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NATO leaders, the G7 and European nations for continuously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stability in the Indo-Pacific. This reflects a clear consensus. The security of Europe and the Indo-Pacific are inseparable. 总統強調，台灣站在全球民主陣營的最前線，持續作為國際社會中穩定、良善且負責任的力量。雖然台灣處境充滿挑戰，但我們並不畏懼，因為台灣已經是世界的台灣，在追求自由和和平的道路上，理念相近的國際夥伴將持續與台灣並肩同行。我想，這個賴總統在歐洲日所講的這一些都是非常的關事的。像今天晚上就是美國 AIT 就要慶祝這個建國250年，因為過去他們常常是颱風啊或什麼因素，然後本來是7月4號就挪到很晚，那現在他們就提前，所以今天是提前這麼久啊？提前這麼久，所以今天是 AIT， 明天是高雄的 AIT， 所以你知道嗎？就會往前來去做。那你也可以看出，地方首長或是總統，今天副總統都會去，永遠都會是告訴大家，我們台灣要展現我們國防自主的這個決心。我覺得這樣的說法，這樣的宣示，絕對符合一般的國際的一個利益。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為參加這一些，然後大家彼此這樣子，好像非常的樂觀。因為整個局勢來看的話，這其實是有太多的一個挑戰。那這個部分就跟美國是我們現在最強的一個友邦，但是你看他對於這個北約，當然過去這個川普就對於北約，美國付出最多的錢，然後呢，整個的過程，大家好像對美國也不是那麼樣子的一個聯盟，有那麼樣的一個友善。所以川普早就揚言說要退出，或者是要減低他們對北約的這樣子的一個付出。所以這一次你就可以明顯的看出來，他們是揚言要去做這樣的事情。但不過這就是讓我們凸顯出地緣政治隨時在改變，每個人都是因為他們自己國家的利益來做不同的這樣子的一個修正嘛。所以說，我覺得包括你剛剛說的這個俄烏戰爭，我們坐在這邊談多久了？
我們都以為都已經是快要結束了，當時以為3個月就打完了，對，3個月多，然後大家就認為俄羅斯這樣強力的一個攻擊，然後一定有機會很快的拿下，然後美國又不斷的就無人機，而且每一個月花多少的錢，然後國會全部的這個支援，4年來。美國開了伊朗的戰場，開了俄羅斯，雖然他們沒有直接，但是你看那個整國國防無人機的消耗，那個對這個川普要馬上面臨期中大選裡面的這個財務的這個問題哦，都是很頭大的。那你看俄羅斯到目前為止，很顯然。還是這個戰爭不斷的持續啊，所以美國說他要趕快要介入來調停。美國調停什麼時候可以立即來得到一個很大的一個結果？連他最有把握的這個美伊之間，我們都以為荷姆茲海峽馬上立刻突然之間又開始變得可能還有延遲的這樣子的一個問題，所以我們就是強調地緣政治的每一次都是非常的詭譎。所以相對於我們不管參加今天晚上的這個 AIT 的這個國慶晚會，或是賴總統昨天在這個歐洲日裡面的所有的談話，其實都是凸顯我們要跟各國來友善，希望各國能夠對台灣展現極度的一個國際的支援，台灣也要展現我們自己防衛的決心。但是我們光是這樣的宣誓，光是這樣的晚會，光是這樣子跟大家非常的在這個不斷的這個互動當中，就可以保證台灣真的是如此嗎？外交還有所有的部分還是要靠實力。美國的這一塊，你從過去到現在已經看得出來，還是以利益來作為最大的一個導向。所以美國 AIT 的7月4號的慶典你會去，提前你會去就是？今天晚上會去啊，早了40天，你過生日早40天的嗎？那沒辦法，那個7月4號過生日，今天晚上，對啊，哦，你們都會去，好吧？我覺得很奇怪，那就很怪，我觉得大概是這樣啦，就是說，當然總統出席這個歐洲日，他強調冷靜防衛、守護現狀，可以啦，60分啦，好，也不能講說他講錯。不過說實話，貧瘠啦，蒼白而無力啦。好，事實上很少看他這麼冷靜過。那最近好像也不得不冷靜。好，因為一連串七弄八弄，發現第2批好像不會來。好，啊，什麼時候來不知道。好，那再加上這個川普有意無意跟你講說台灣那麼遠，對啊，我們怎麼可能為了9500英里？9500英里打這一仗不划算呢？好，那他在專機上講的，要給自己台灣的人一通電話。是真的假的？是即興之作，還是說是經過這個有縝密的思考？我們目前其實我們知道的訊息其實還蠻有限的啊，所以我覺得像這種耗損型的這種領導，我覺得應該要停下來了，好，不用幻想說美國一定會完全全力的保護，好，導致說在國內的部分，我覺得目前。都已經7800億都已經通過了，再加上600億的所謂的台美軍工產業，那現在接下來下一刻，我覺得總統執政團隊有一點呆住了，停在那裡。你不曉得該苛責他，還可憐他，說你現在問他下來該怎麼辦，其實他答不出來，不知道。所以你有沒有看到最近開始轉向？今天早上公布的就光看他罵漲，轉播都在分級。好，已經可是大禮包，可是你看那個大禮包，很多東西是這個是收不到的，或者是說華麗的詞彙其實是這個新品，然後是舊酒或舊酒新品都有，所以我覺得從歐洲日這個角度來看還是要呼籲總統，其實冷靜不是口號啊。說實話，你如果要冷靜，那你不較早冷靜，你如果對在野黨冷靜一點，不是很好嗎？對不對？你氣壓2年啊，現在在歐洲日才講冷靜，我覺得未免有點太晚了吧？我覺得我是不懂哦。照理講，你這個都是可預料的嘛，是因為川普要到大陸訪問，知道嘛？大陸會反對軍購，也知道嘛？都知道一定結果就是這樣子啊。然後川普現在邀習近平9月24號到大陸去訪問，那等於是替習近平的替川普的期中選舉助選嘛。所以這中間，他當然美國一定是暫停啊，或是和緩或者減量，這必然如此，有什麼好驚呆的？本來就這樣，你以為川普從大陸回去後還照樣給你140億美元？不可能的事情嘛，你想也知道不可能嘛，對不對？來，林濤。從這2個禮拜的賴清德總統的行程談話跟他的基調，可以知道他有2個重大的宣示。第一個，他從抗中牌，就是國際局勢的操作，轉回來內政，開始在做這個內政的福利。這是跟着藍白底下，原因是因為美國給他的空間已經非常非常少，所以他大幅的從國際的議題抓回來內政的問題，不然他2026沒有牌了。第二件事情，他大幅的從美國移到歐洲的這種
國際政治的操作，其實牽涉到2個重大的問題。第一個，美國川普他就是一個可以把國家整個安全，還有所有的國家的這些國防當成一個籌碼的一個可能性的人。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你看到他怎麼對北約？過去美國對北約是一個整體，現在是個別，看你跟我好不好，我來給你多少。比如說他把這個德國要撤軍5000人，然後要這個波蘭加5000人，意思是說你德國就不配合我中東跟伊朗的政策嘛？波蘭那一個人，波蘭的現在的這個極保守派的這個政權，竟然還把他們的基地改成川普堡 Fort Trump。意思就是說很狗嘛，就是說，哎，川普總統很好，我跟你很好，所以我呢能夠呢希望你美國多支持我，哎，確實人家就支持你了。所以這種交易之間，讓美國川普總統覺得很開心的事情呢，在未來的北約每一個的這個談判會變成一個整體，會變成個別的談判。所以我覺得說賴總統大概看到這個川普總統竟然在川習會兩岸這麼敏感的議題，他都可以這個分開超細的，比如說他對日本是當習近平罵高市早苗的時候，他當場就反駁，他說他做得很好。可是但對講到賴清德，他不反駁，然後他一上空軍飛機就打空軍1號就打給高市早苗說，哎，我支持你。結果呢，回去華府說，哎，我不賣給你1400億美金的軍購。所以這一來一往之間，讓賴總統知道美國牌抗中保台牌，他可能已經走到他的窮途末境了。所以呢，唯一的一個空間是在哪裡？歐洲日，他跑去歐洲日說啊，我們去台灣的半導體啊，還是在你們歐洲扮演很關鍵的一個角色啊。然後其他全部都是像剛才來賓講的，非常的蒼白。所以我覺得回到今年底的選戰，我覺得藍白啊，包括我們這個高雄市最有機會的柯志恩委員，我都覺得一件事情哦，他現在在把藍白所有在立法院對福國利民的法案講成他的，通通都是藍白先提的。現在他說啊，蔣萬安講的我的，張善政講的哎我的，那我呢給你一個大禮包都算我的。如果是這樣的話，基本上全民都要看清楚了。不過基本上雖然如此啦，我還是覺得說，好好的針對國內的事情好好做，這是對，不管幾個黨都應該這樣子的，因為這才最重要。大家最關心就是國內事務嘛。兩岸其實你不要刺激它，大概也就是這樣，除非你故意去捅它，你不捅它，大概就是這樣嘛。哦。那國際事務，反正台灣國際地位就是這樣嘛，哦，那好好的大家把重點放在國內，把國內事情搞好，國內很多事情要處理啦，很多危機要處理的啦。我覺得這個是，如果每個黨都能夠這樣子，也是全民之福啦。休息一下再回來。好，因為半導體最近紅哈，台積電股價一直漲嘛，哦，台積電毛利也很高，等於就將近60%哈，所以呢，到底該怎麼分紅？那台積電傳出來說要砍分紅的15%，啊，把分紅的15%砍掉，不是不砍15%的分紅，是分紅，假如原來分，比如說30%，砍掉30%的15%，結果呢，現在傳出來台積電員工不滿，魏哲家本來要出差的，趕快不出差了。趕快溝通哦，而且去參加的人半小時爆滿，大家都要聽聽看，有關每個人自己的荷包嘛，哦，都要去聽啊。那所以呢，魏哲家寫信給員工，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能來嘛，所以有3點，說呢，必須要確保台積電未來20年還是具備世界競爭力。就我們都是一家，我現在錢全部發光光了，那我將來怎麼做研發呢？台積電強就在研發。我也會給你們紅利，但是也不能給光光啊，因為未來20年你要跟公司還未來20年要一起成長啊，哦，所以他的意思說呢，主要是也給股東信心，未來20年還有世界的競爭力啊。那另外呢，這個台積電說員工薪水還是比去年高啊，比去年還是高的啊。那另外呢，而且呢說分紅會比去年多30%，會比去年的分紅還多30%，而且鼓勵員工拿分紅買自己的股票。哎，如果早買股票的話，早賺了哈。那另外呢，我們看看台積電已經市值，台灣的股票市值到全球第5大，台灣股票上一漲哈。那政府就打壓房價，房價不能漲，那就股市鼓勵漲，股市要跌，趕快這個國家的基金進去。然後因為現在貸款非常難買房子，所以那些錢怎麼辦？就進股市，股市就一直漲一直漲。所以這也是另外一個問題，買股票，特別是買科技類股的，就賺很多錢。
沒有買股票或是沒有買科技類股的，就蠻慘的，又變成另外的兩極化了哈。好，我們看美國的這個股市是有77兆美元的，是很大的，其中輝達第一名佔6.7%，哦，這也是我們台灣人的驕傲。中國大陸接下來15兆，工商銀行2.3%就比較少了，表示它比較分散。日本8.7兆美元 ，Toyota 3.4%，香港香港也很大，7.25兆，騰訊佔7%，台灣這麼小有4.95兆，你看1、2、3、4、5，就是為什麼是第5大？這是第5大的。好，台灣有4.95兆美元的這個股市，台積電就佔了42%，所以每天台積電只要漲，哦，台灣指數就漲，只要跌，指數跟着跌。你看這很嚴重啊，不是嚴重啊，這很重大。印度4.9兆，信實集團佔3.9%，南韓它的股市4.54兆，也蠻大，1、2、3、4、5、6，第6大，等於是1、2、3、4、5、6，第7大。它的三星電子佔25.7%，也是佔1/4啊，所以三星的權重也很重啊。接着加拿大、英國、法國啊，所以呢，對台積電來講啊，這個對台灣來講，台積電很重要。那我們再看它分紅制度，大家很好奇哦，大家对錢都很有興趣，你賺多少錢了哈？台積電呢，2024年平均每個人分200萬新台幣，去年，所以今年會多30%嘛，對不對？那海力士 SK 海力士呢？他的發獎金，2026年初發獎金比本薪高30倍，要本薪是10萬，他就是多30倍，哦，300萬。為什麼？因為海力士股市突然漲很多，漲非常多哈，所以買他的股票也漲很多哈。然後呢，這個三星去年半導體部門沒有分紅，哦，因為沒賺錢嘛，哦，所以呢。為什麼員工要訴求在這個地方？哦，那台積電有給200萬美平均了，那有人多可能有人少哈。那另外三星它的薪水有7億韓元，7億韓元是多少台幣呢？1400萬台幣，也不錯了。員工的平均薪水，哦，是一般南韓14個普通勞工者的薪水。就他這個三星的員工，尤其記憶體，一個人薪水是一般勞工14倍，哦，但14個，但是呢。他還是不滿意，說沒有分紅哈，所以呢薪資更兩極了哈。不過他們國家也出來了協調，後來呢電子工會用73.7%的高票通過，說好了落幕，大家有一個合議，有一個協調了等等。不協調以後呢，公司受影響，員工也會受影響。我們看一下分紅的部分，明天會有相關的說明嗎？前一晚首一百沒有多說明。面對台積電分紅傳出爆砍15%的爭議，董事長魏哲嘉取消出差27號辦溝通會，只是人數有限，開放半小時就滿了，也被酸溝通還要限量，比張學友演唱會還要難搶。這一次也是因為他們算出來的時候好像有點異常吧。假設 EPS 低的時候我們共體時艱，那我們 EPS 高的時候，又希望我們可以把這些多的分紅的錢呢拿去給一些其他的一些部分，那對我們來說其實是相當不合理的。網絡上有一份內部信曝光說，5月29號發放今年第一季獎金，27號早上就會開放查詢。2026年第一季分紅預算比去年同期成長30%，相信整年分紅成長比例會高於去年。只是文章只發了短短1小時就刪除。同時，今年2月董事會也核准2025員工業績獎金加上酬勞分紅，總金額創下新高，以員工數去算，平均每人可以拿264.3萬元。更有媒體報道，業界人士認為，為了讓員工分紅維持高檔，台積電基於成本考量，勢必針對客戶進行大規模漲價，也第3奈米下半年15%的漲幅預留伏筆。只是專家認為，兩者應該沒關聯。現在的2奈米、3奈米，乃至於4、5奈米製程，其實都是維持在一個滿載而且持續成長的狀況。畢竟溝通會極限員工參加，還有人數限制，說了什麼不知道。台積電截稿前也沒有更新回應。不過當務之急，恐怕還是得好好安定軍心，把影響降到最小。來，蕭總，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的股市一路的飛漲啊，但是其實真正的統計，台灣的上市上櫃公司大概將近2000家，大概有74%的產業。好股票它其實是下跌的，那說明什麼？說明我們現在這種一飛沖天，它主要是電子股、半導體嘛。所以今天在台灣，其實最重大新聞應該是黃仁勳跟蔣萬安
回免。為什麼？因為他整個回答要在這裡設下了一個重鎮。那這個重鎮其實將來在台灣，在全世界，它都代表了一個領導的地位。為什麼？魏哲家講說20年，因為黃仁勳講 AI 至少未來龍井還是20年以上啊。它其實是從這裡來的。那所以真正全世界這個的龍頭是黃仁勳吶。為什麼川普說你趕快到阿拉斯加機場等我，我去載你？為什麼？因為它太重要了。各位朋友，你今天看到的情況其實對台灣來講，它也是一個非常千載難逢的機會。就好像賴清德碰到歐洲的這些代表，趕快這樣講，說台灣這個很重要，跟大家站在一塊。但賴清德不知道的是，這些代表的老闆這半年之內，通通跑去找習近平。大家看到了，德國、法國、英國這些重要的歐洲國家全部跑去找習近平，包括芬蘭的總理，包括西班牙的國王。大家看到情況是這樣，所以在整個我們台灣的整個世界的局勢裡面，當然我們有這樣重要的產業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每個國家在想的是怎麼樣？台灣你跟中國大陸這樣鬥的話，你這個是安全的嗎？那這個就是很大的課題，包括美國的幾乎每一個部長都對外講過，把這個最重要產業，我們最重要的台積電放在台灣好嗎？所以它的背景就是要台積電遷去美國。那這個當然對我們來講，它其實你最重要的產業去的話，是不是有點掏空台灣的嫌疑？但是我還是要講啦，其實我們講這些產業裡邊，它跟整個國際局勢的相關是非常大的。當你能夠讓大家覺得說這個地方是一個好的投資環境，沒有戰爭的風險的話，這個才是我們大家所期待的。我覺得任何一個執政，你就要去看到說，我如何讓大家覺得說我這裡的法律是公平的，我不會故意亂搞。有些國家是會這樣的，動不動把你的資產沒收扣留。那我們看到就是說，你法律安全，然後政府是穩定，然後你在國際的局勢是不會打仗，不會有戰爭陰影的話，這個才是好的投資環境。這個賴清德真的要聽進去。嘉玲，好，我先講不好的部分，我再講好的部分。不好的部分是我看了蠻心痛的，因為我台積電已經賣掉了，很早就賣掉了，所以我們看到大家台積電很好，我們當然祝福了哈。但是不好部分就是心痛了哈。第二個心痛是輝達沒有來新北啊，心蠻痛的。如果他可以帶新北，我們新北多好哈。很多工作人可以從新北來，一定會交流。我們都是共同生活圈了哈。那我們講好的部分好不好？其實國家這幾年發展還不錯哈。我們第一季的這個成長率已經突破13哈，還有可能往上調會破14。那根據這個行政院他們內部的估計有可能我們過了今年，也許會要居到全世界前20大的經濟體 G20 所以其實是很不錯的哈。包括我們的股市已經4萬多點，台積電今天是2300嘛，漲了1.32%你看每一天大家都要注意這些數字，因為什麼？因為這些股票的交易量、爆量，包括我們的經濟成長，都可以反饋到需要被照顧的人身上。所以我要講好的部分就是這樣子。那剛我回應一下大家在講說賴清德總統出席這個歐洲蒼白無力事實上不是如此我今天才剛出席中執會。他在會中跟大家講說，他一坐下去，左右兩邊的歐洲的這些商會的這個 member 非常的興奮。為什麼？他們說他們在台灣賺的錢比在中國大陸賺的錢還要多，所以他們認為說，其實在台灣是非常有願景的啦，所以他們的投資也好，或是他們的加碼也好，對台灣是非常的有信心吶。那另外一個也是說，他們在中間，其實我們這次簽署了這個投資貿易協定希望呢降低這個解決這個雙重課稅的問題大家也知道，其實歐洲在我們台灣投資的相當多，其中一個部分就是綠能的這個相關的產業了因為我們台灣要發展 AI 也好，科技產業也好，半導體也好。這個能源的政策還有能源的供電量是非常重要，所以呢，他們也對這一點相當的關心，包括說風力發電的部分，大家都知道歐洲的這個廠商非常多嘛，他們也希望說台灣可以簡化這個過程能夠這個減低這個相關的風險，因為我們的環境影響評估的程序比較複雜所以在裡面其實不是蒼白無力，是相當的興奮，對台灣相當的有願景所以我們看台灣，我覺得往好處看，你會覺得台灣的願景無限，其實是很不錯的。台灣真的不錯了因為你20年以前你很難想象有一天我們的半導體台積電在全世界有這麼重要，你20年前想得到嗎？台積電自己搞我都沒想到，但的確現在川普口聲雖然他說偷，但實際上也表示重要嘛。真的是這是台灣的驕傲，真的不容易。經過這幾十年來大家的努力了
那當然了，就是說現在股價一直漲了哦，我不是股市老師哦，你要不要買隨便你哈，因為是高了。但是很多人說對高科技將來沒有信心啊什麼，我告訴你，瓦特發明蒸汽機工業革命的時候，如果不相信工業革命將來會引領世界走上幾十年、上百年，甚至100-200年，都很慘。相信的就跟着與時俱進，所以你絕對不要不相信。股市不股市，價錢高不高是一回事，將來的世界一定是 AI， 一定是高科技領導的世界。休息了再回來。